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2月16号。本期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 BTC 短期会不会all time high 历史新高。希望家人们多头利润继续抱住，就算all time high 也不要偏差，或者是下一次的买点要如何判断。等一下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感谢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我免费分享的交易信号，或者也可以查看我2023年 OKX 交易战果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因为有朋友提到比特币短期会不会all time high，直接去突破 69K。那我们等一下用黄金的周线图表跟比特币在这个位置，或者是这一次比特币现货 ETF 上市在高点的位置，是希望朋友们小心，跌下来有可能就是最后的买入机会哦。包括这一次在过年之前我自己得到的一个过年的红包，然后也是在 45K。推特上面是有通知大家，我最后一笔买入是在 45K， 现在又是没有 USDT 了。如果有钱的话，我有可能还是会继续买，因为这一次比特币现货 ETF 上市，据有关数据统计 ，BTC 目前是放大了大约有10倍的购买力，或者是有数据统计，美国 ETF 市场目前的规模大约是8兆啊，所以比特币目前的购买力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啊，目前是感觉是在5万美金。那如果对比将来的20万美元，或者是30万美元，或者是50万、100万的比特币，现在5万，我感觉要买的话还是可以买。或者我们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一张图表，这一次它在这个位置区间盘整了大约42天，然后往上突破，我感觉跟黄金当时现货 ETF 上市的一个位置也是非常的像啊。所以我是从大约这个箱体低点的位置开始计算。如果真的很像黄金的那个走势，大涨70%，不排除短期有可能会all time high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这张图表，历史上黄金现货 ETF 上市时间是在2004年左右，就是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从这个位置到这个区间，它感觉这个位置也是箱体。然后比特币往上突破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到这个高点的位置，它在这个位置是涨了接近70%啊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这一波上涨，它基本上是把前面几年的几个高点的位置全部都给突破。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黄金现货的 ETF 上市以后，在这个位置涨了70%，虽然中间过程有下跌，或者是后面继续涨也有下跌，但是整个大长线来看，自己去观察，我是相信后面比特币肯定也会延续这种大涨的走势啊。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周线的图表，因为有些朋友目前8成或者是9成的仓位，还是有在问，后面1-2成的资金还没有买，但是看着比特币一直在涨，心里非常的痒，那要不要继续买？我的观点是要买，不然就继续买嘛，因为后面肯定会继续大涨。如果在这个位置继续买入，就不要去管啊这个位置短期怎么又跌了，或者是就比如2022年在这个区间 all in， 或者是后面也是输钱。如果有钱的话也是继续买，包括涨上来只要一有钱都是继续买，甚至在这个 32K 也是继续买。短期下跌也是有输过一些短线，但是最终来看的话，我的观点是比特币肯定未来会达到10万或者是20万、30万美元，甚至100万美元的比特币。所以我们如果参考黄金现货 ETF 那个走势，或者是现在 ETF 给比特币放大了有10倍的购买力，有可能在这个位置是会直接去all time high。不过之前也是有看过一些历史图表，历史上比特币2020年的5月份，当时这个位置产量减半，它是在减半之前没有去突破这个 all time high， 或者是2015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大约是在2016年的这个位置6到7月份产量减半之前它也没有去突破 all time high。但是这一次环境是非常的不同主要就是美国那个 ETF 给比特币增加了有10倍的购买力，所以在这个位置也是有可能，短期有可能会直接去 all time high， 感觉是很难猜不过我的观点，就算 all time high， 手上的利润也不要卖出现在的空间其实差多少？再涨个30%左右就创了历史新高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，或者是买点我们要怎么判断上一次在这个位置也是有看到2条均线，就是欧美的机构也是非常重视的，一条是
红色的这一个20的均线，或者是还有一条绿色的，这条是50的均线啊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在这个位置死叉也是非常重要的买点啊。当时比特币价格大约就是在 39K 附近，所以当时在这个位置也是跟朋友们讲，既然空间已经是跌了1万，或者是现货，不然我的观点就是直接买，因为以往的历史经验，经常有跟朋友们讲，书籍上面讲的不一定是对的，就是我们判断比特币整个趋势是上升的趋势，很多指标往往是在死叉的时候，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，就是在这个位置也是跟朋友们讲，跌了1万美元现货，不然就直接买，或者是刚进场的朋友，你一定要重仓，甚至 all in。不过比特币这一波的上涨，期货是没有再继续做多，有一点可惜啊。那么来思考一下，后面如果还有看到这种死叉的下跌，有可能期货我们不一定要参考，比如前面比特币在2023年的8月份，当时这个位置也是2条线死亡交叉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在这个位置是又跌了接近10%几，或者是20%，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当时在2023年的5月份也是在这个位置死亡交叉，然后后面空间也是继续跌了有接近10%到20%啊。所以我们回顾比特币本轮牛市，或者是2023年的几个位置，它有几个时差的位置有可能会再下跌，比如说接近10%，或者是这个位置死亡交叉点位开始，它有可能会再下跌15%。那我们要思考一下，像上一次这个位置也是担心比特币会不会又下去，但是最终没有下去啊。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，就是下一次如果有遇到这种死亡交叉，只要它在牛市里面，如果我们要期货做多，就比如在这个位置，期货要做多，其实也是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分批加仓去做多。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23年的3月份，就是当时硅谷银行危机崩盘的位置，这个点位死叉，它也是非常精准的，就是命中在这一个大约是在2万低点的位置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期货做多的点位。买入以后，比特币到现在都没有跌破这个低点啊。所以今天在分享比特币这一个死亡交叉，只要它的结构是在牛市里面，我们下一次不然直接观察有这种死叉的点位，期货直接可以在这种位置做多，或者是也可以分仓去做多。它如果再跌下去，我们就继续加仓做多比特币，因为既然是牛市，它能跌到哪里去？那有可能比特币最终也是会上去给我们获利啊。包括当时的就是这几个时差的位置，最终都是会继续往上涨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订阅我们。